这几天天气已经回暖了，来我的小果园稍微的溜达溜达。这地上呢是前些日子剪掉的枝条，然后现在果园里边还是一股石榴合剂的臭味儿，是因为上周的时候我给果园也做了一次喷药，打了石榴合剂和休眠油。现在呢，我处理果园基本上都是听从 AI 的指导和建议了。按照我往年的经验呢，上周我感觉差不多快到了休眠期最后可以剪枝和喷药的时候了，所以就问了一下 AI， 说现在这个天气情况呢，是不是剪枝是比较合适的？如果选一天的话，选哪天合适？这 AI 呢还是挺厉害的，因为它能关联到最近1-2周天气预报的信息嘛。所以你只需要输入一下自己的时区或者是邮编，让他知道你在哪儿，然后他就可以根据天气预报的情况告诉你说这几天或者说未来这几天哪一天最合适。因为我们要是打药的话，一定要确保未来的24小时天气是比较干燥的，让那些药能在这枝条啊和芽苞上边能够干燥。然后就是还要看这果树的发芽情况嘛，如果它已经露出了绿尖芽或者花苞已经开了，那也就不适合喷石榴合剂了。我这些情况呢，基本上都没事儿的。你看这杏树是开花开最早的，它现在这些芽呢还没有露绿尖芽，也没有出花苞。不过按往年情况呢，随着天气的上升，气温上升，这也快了，说不准下周可能杏树就有可能要开花了。桃树呢，估计大概率3月18号左右吧，我估计也会开花的，有可能会更早一点。这2年 AI 的出现呢，我感觉对工作生活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好多东西都可以问它了，不用再到处去查呀，还有到处各种的自己亲自实验。像这种不耐寒的果树、柿子树，我给它保护起来的，我回头也查一查，看看 AI 建议我什么时候给它打开。因为如果打开的过早呢，后边还有低温，容易被冻伤；打开的过晚呢，它这里边如果是发芽了，那个叶子长出来之后，被捂着也不是特别的好。这些保护果树枝干的这种麦秆，其实不用特别着急。这种我一般到了4月以后，4月中下旬的时候，不忙的时候，如果是已经过了倒春寒，过了最后的霜冻日了，我就有空就给它弄出来，这影响倒不是很大，只要不是让它一直捂着这个枝干就没什么问题。今年这杏树，我看上边的芽苞不是特别的鼓，也不知道它最后会是什么个样子。近距离的看一下，感觉也还可以，因为杏树的花芽比较小，所以芽苞也小，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但这个样子呢，离开花我觉得也就10天左右的时间吧。用 AI 做这种知识的查询，还是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告诉你好多你可能没注意到呀，或者是更好的一些建议。比如我问他给果园去喷石榴合剂和休眠油是不是很合适，那它肯定就是按传统的说法嘛。如果在休眠期，这些绿尖芽呀，还有花啊都没出来的时候，那肯定是合适的。但是石榴合剂和休眠油是不是能一起用？它会给你说一下，说有些休眠油是可以混合用的，有些呢就最好不用，所以种类还是有差异的。再有就是对于杏树啊、李子树啊，还有像是桃树，像这些呢，给它除真菌最好的可能并不是石榴合剂，它建议的是酮剂。其实这也是很多资料显示的，比如说像杏树和桃树的话，你可能在春天这个时候，大概也就是花芽是这个程度的时候，如果没有石榴合剂，就用酮剂。酮剂反而比石榴合剂呢更温和，但是除真菌的效果一点也不比石榴合剂差。看现在天气暖和了，小马也可以跟着我一块儿到处逛一逛了。
现在离打药已经过去了有1周多一点了，所以让小马出来走到这些地方也不用特别的担心了，只要它不乱吃东西就行。这狗的鼻子还是比较灵的，它闻到到处都是有这种臭烘烘的味儿，所以也在到处的嗅啊嗅的。相比刚才的杏树，看看这桃树的花芽，这鼓的就更大一些，因为桃树的花芽本来就大。苹果树都是每年开花最晚的，所以现在还没什么反应。不过你要是仔细看它顶部的这些芽呢，看也都是鼓起来了。我这地区种果树最害怕的就是2点，一是因为空气潮湿，尤其是春天这个季节老是下雨，特别潮湿，所以真菌特别厉害。这早春的时候呢，喷16合剂啊、酮剂啊这些还是挺有必要的，用相对有机的方式给它杀真菌。后边开花前呢，还得用其他的药，更温和的药再处理处理。再有就是像休眠油这类的，把早春这个虫卵给它杀一杀，这样后边呢可以减少很多的使用药的这个量。再看一眼这杏李和李子树，看这芽也都鼓起来了。哦，这种比较明显啊，开花也不远了。一般是杏树先开，然后就是杏李、李子树，之后就是桃树了。这2棵桃树今年应该也能结果了，长得还是挺快的。桃树一般种到院子里边，有个2年的时间就会结果的。看这芽苞都鼓起来了，这边这些更明显一些。现在这个时候来果园逛，基本上每过几天，这些芽苞就膨大一圈，变化还是挺明显的。尤其是天气越来越暖和，看这个，如果持续这样的温度的话，那可能就很快就开放了。看看去年结了果的小梨树，这种亚洲梨，它顶部这种大花芽也是特别大。看这些小枝，这都是结果枝，今年又能结不少的梨。亚洲梨还是挺给人惊喜的。这棵小树，看这都是花芽，这种小个的。这亚洲梨开花是比桃树啊、杏树、李子树都要稍微的晚一些，所以它受倒春寒的影响相对来说小，而且它花特别多。即使有一些冻掉了呢，冻坏了也没关系，后边还是有好多。去年那倒春寒就特别糟糕，把我杏树花儿还有果子完全都冻死了。桃树呢也是冻死了绝大部分，90%以上吧。所以去年这杏啊、李子呀、桃啊，基本上就没有太多收获。李子树因为像这棵李子树挺大的，它去年也是花特别多，还是结了点的，能吃上一些。那桃树也是吃上了一部分。只有杏树因为太早都冻死了。今年如果没有那么恶劣的天气，应该桃树啊、李子树啊、梨树啊都能有不错的收获。这种果树看天气吃饭，也没有什么别的太好的办法。你说这么大的树，你想给它保护起来也不现实，太难了。不光是自己，像农场他们种的那些杏树在附近，也几乎是没几年才能有一次收获，其他时候都冻死了。难怪在市场上看不见卖杏的，或者是极少极少。这棵小光杆，还有远处那里边的那棵小光杆，是去年的12月份商家给我不小心发货的亚洲梨，一棵是秋月梨，另外一棵是韩国诺阳巨梨，也是巨梨和秋月梨杂交的品种。我也都给保护起来了，因为今年的冬天低温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怕它承受不住。
过一阵子呢，也给它解开，看看是不是存活下来了。它本来应该是今年的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差不多该发货，这个时候种进去应该是最合适的。但是他们就是不知道系统是怎么管理的，在12月最冷的时候给发过来了。不过还好，那个时候我因为是提前把树坑挖好了嘛，所以里边混了堆肥土之类的那些，还能挖得动。然后按他的建议呢，也是给种起来了。理论上还是有相当大的成活的概率的。这地上剪下来的枝条呢，还没时间给它收拾，有时间还得给它整理出去，因为堆这些枝条在地里边呢，还是容易招虫子呀，或者是产生霉菌的。这是地里边之前种的覆盖作物，像这种羽衣甘蓝，过一阵子应该还有一些萝卜或者是豌豆苗长出来。当然还有一些覆盖作物的草。这边这棵大的李子树，它上边这些其实都是真菌感染，理论上说应该给它刮干净或者把枝条剪掉，但是剪掉这些枝条呢，这李子树就几乎没什么了。刮呢又没有那个时间，所以我就重点把这些地方给它多喷一点杀菌的药，希望能自愈吧。像这种已经能看出它这边这部分已经是自愈了。我今年看看效果怎么样，实在不行还是得浪费人力去一点一点给它刮下来，然后再给它抹药。李子树病虫害也是挺厉害的，所以话又说回来，还是像桃树、亚洲梨在这个区域种起来最合适。只要是桃树，只要是防住了真菌，尤其是那种卷叶病啊、缩叶病啊之类的，然后亚洲梨呢就是火疫病，只要把这种真菌类的感染给它防住，然后它们长势啊都是很好的，挺适合这个地方的气候的，结果的情况、开花结果的情况也都不错。当然最好种的还是这种桑树啊这类的，这基本上不用太管它。长得特别快，然后开花结果也不用特别担心，自然就长得满树都是。就是可能你收不了多少，被鸟和松鼠给偷去了。再来看一眼这梨树上边的花苞，一个接一个的，特别多。今年这些果树呢，我剪枝剪的没有去年那么狠了，因为还是被去年的倒春寒给弄怕了嘛。去年要不是剪那么狠，估计最后收获可能还会多一些。剪太狠了，最后连余地都没有了，否则的话，冻死一部分，那存活的概率还是有一些的。看这棵蟠桃树，是典型的3颗主干，这3个主干培养的其实挺不错的了。这下边有一个，这是我一直犹豫是不是今年结了果，干脆就给它截掉，这个其实没什么用。看这3条主干，然后主干上边就全是留的这种结果的小枝，当然也有一些小的枝组。这些呢，我打算它们上边这种结几个果子之后，今年就给它剪掉，然后还是让它从根部再发出小枝来结果。这种粗度的也都是要给它剪掉，还有上边的那种也是，都是暂时保留的。很有可能有一部分在它春天结果挂果之后，也就是经历倒春寒之后冻死一部分，最后我在精选的时候，有可能就把一些枝组就给它去掉了。按照这几年的经验，这桃树给剪枝成这个样子之后，春天开花了，经历倒春寒，像是疏花的工作基本上就不用做了，就等它花落结出果，那果实膨胀到一定的大小，小圆球吧，很小的小圆球，你确定果实已经坐住了，那个时候再给它做一点疏果。当然前提是没有被冻死，还存活下来的量比较多。像去年那种想多保留一些都没有了，全被冻死了。这边菜园的大地里边也是百废待兴的样子。
我就等着看有个3、4天天气晴朗，把这地给晒干了。这样的话，我能用拖拉机给这地稍微的翻翻土。如果下周有机会的话，就可以这样做了。弄完之后呢，马上就可以把豌豆啊，还有一些耐寒的小青菜给它撒进去，这就可以了。到4月底，那就有一些菜可以吃上了。当然，里边现在还有一点菠菜，还有去年的过冬的那些小青菜，应该还能有一部分。现在也开始返青了，一会儿过去看看。啊，这春天到了，地里边的活也多起来了，可能慢慢的就得忙碌起来了。Maxim 这小子又跟隔壁的 Velo 吵架去了，好久都没陪他出来走了。再来看一眼山楂树，山楂树上边这种大的芽苞也开始膨大起来了。看这棵大的伊利诺伊长青果桑，这长这么大一棵了，看看今年能结多少桑葚的果实吧。这边大地里边去年入冬前种的一些小青菜，好多还都用无纺布盖着呢。那边是吹开的，我们先看看吹开的部分吧。其实应该给它们揭掉了，但是下周又有连续几天的零下4、5度，所以担心给冻坏。下周过了那个时候就给它揭开。你看，这露在外边的还是长得小，看这被无纺布遮住的，这还是长得更好一些。所以现在还是不能给它完全揭开，因为去年偷懒也没给弄不锈钢的那种骨架，其实用骨架撑起来会更好，就直接这样给盖住了。那边几棵菠菜，看菠菜。现在虽然还小，等到连续出现暖和有2周，这东西就长得很大了。这边是什么呢？上海青、小油菜。看这黄叶都是冻过之后，到春天之后就成这样了，就不用管它，中间长出来的叶子会很嫩的。这里边还有更多，我稍微打开看一下。看这种小青菜，这都是用种子密密麻麻撒的，所以长出来是这样。这种最后就是吃菜苔，它肯定是天气一热马上就抽苔，那种抽出来细苔也挺好吃的。偷懒的话呢，这些小青菜就是用种子直接给它撒，密集种植，然后建菜苗，建出菜苗可以吃。看这种当时就是稍微的给它建了一下菜苗，就不那么密了，看就这种长得特别大颗。这也是说天气开始变暖了，看样子很快就要抽苔了。这种小青菜呢，在春天的时候不会长太久。看看开头这儿种的是什么来着，都忘了。哦，这应该是芝麻菜。里边还有一点儿，但是感觉里边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压了，好多都死掉了。不过虽然看起来现在像中间那些小菜苗是稀稀疏疏的，等它长起来之后，这马上就覆盖住，所以也不用担心。边上的反而长得更好。看看今年的樱桃树长得怎么样？这花芽还是挺多的，去年是开了点花，但没能结果。看今年有这么多花芽，是不是能结果吧？去年的时候是刚刚我们看到的桃树啊、杏树啊、李子树、亚洲梨那一片，秋天的时候给它施肥了。然后这一片的枣树，还有这樱桃啊，还有那边的葡萄，当时是也没时间了，所以想着春天施肥，这也差不多到了该施肥的时候了。看这枣树，估计这些将来都是抽出来那个花穗，然后最后开花结果。今年再看一看，如果我不给它黄鸽，效果怎么样？如果还是不是很好的话，那我也看看给它做一下黄鸽，或者是拿1、2颗做个实验。主要是我这些枣树呢还是有点细，所以怕给它搞死了。
这再长1年，粗度应该差不多了。Maxim back， 就喜欢跟歪了吵架，是不是？不要去了啊，我们要回家了，走，回家。其实菜园里边呢，即便是不种很多的菜的话，也是有挺多事儿要干的。像这种我培养的小树苗，这些小树苗都要找地方给它种上。另外，我还买了磨盘柿子，还有南果梨，还得再给它挖2个树坑。等过一阵子，差不多要开始送的时候，等于挖坑，到时候给种起来。现在院子里的果树是越来越多了。反正最终的目标呢，就是把这些空位，尤其是以前小树死了的那些位置，给它重新的补起来，然后尽可能利用上每1寸的空间吧。因为种1棵树也是种2、3棵也是种，所以没有什么太本质的区别。这样多种一些呢，就经验会多一点，容错率高一点。最后哪怕有些长得不是很好，那另外一些还是有不错的收获的。